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伊藤洋一所著的《0秒行动：为无法行动的人提供的最强方法》这本书。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或想实现的梦想，并且意识到继续这样下去不行了，我想改变自己，那么首先需要理解一件事：你现在的状态是过去行为累积的结果。如果你想要成为新的自己，或是实现理想中的未来，就必须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改变行动方式。仅仅想着理想的未来，或者思考该怎么做，但如果每天重复着和昨天一样的生活，结果只会是一个和现在没什么不同的自己，只是多了一点年纪而已。工作也是如此，仅仅想着想取得成果或者想提升技能，却什么都没有开始，便不会有任何改变。许多人总是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如何开始新的事情，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入手。尽管常听到行动起来吧等建议，同时日复一日的被必须完成的事情压得疲惫不堪，无法获得任何新的收获。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真正开始行动呢？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，能立即行动的人会迅速得出自己的结论。第二，能立即行动的人会构建假设。第三，能立即行动的人会充满好奇心。希望通过这些解读，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成为能行动的人的启发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能立即行动的人会迅速得出自己的结论。踏出第一步，开始行动的重要性，许多人都知道，但真正难的是明知道重要，却无法做到。也许你也和许多人一样，感到这正是我的问题。那么，为了能够行动起来，究竟需要什么呢？是热烈的动力，还是勇气去尝试新的事物？这两者当然重要，但还有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掌握一种技能。为了能够迅速行动，以下3点非常重要：一、迅速得出自己的结论；二、构建假设；三、自信地迈出第一步。在没有100%正确答案的情况下，迈出行动的第一步需要我们首先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，即使这个结论一开始并不完美，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，得出一个起步结论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，无需过度思考。比如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或许行得通，现在可以暂停，应该立刻行动等等。一旦做出结论，就可以行动起来，除非涉及特别重要的课题或问题。无论结果成功与否，您都会从中学习到经验，要么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要么意识到判断错误，并从中汲取教训。通过反复积累经验，您的行动将变得越来越精准，你也会不断成长。即使没有100%的确信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得出的结论，带着内心的认可和信心迅速行动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，因此从行动开始才是改变的第一步。首先能够迅速得出自己的结论并采取行动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一开始可以从一些小的课题或问题入手，尝试给出一个临时的结论，即使是随意的想法也没关系，只要大胆尝试即可。接下来通过不断的尝试与错误调整，如果发现行得通，就继续推进；如果发现方法有误，则进行修正后再前进。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更直观的场景来理解迅速得出结论的重要性。试想一下，在会议场景中，会议开始后没人发言，整个场面陷入沉默，即使主管询问大家有没有意见，也无人响应。这样下去，会议只能以我们下次再讨论吧收尾，毫无进展。然而，如果有人提出哪怕是一个假设性的建议，例如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做，就能起到引导作用，促使其他人接连发表意见，从而激活讨论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不如这样更好吧。也有人会坚持，我认为一定要这么做。大家往往害怕最先发言，担心受到质疑或反对，但一旦有人先开了头，事情往往会顺利展开。事实上，最初的结论只是一种敲门砖，无论是谁，都可能担心被反对或遭受负面评价，而最初开口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。
然而，如果从一开始就有正确答案，根本不需要召开会议。事实上，没有人能提供100%正确的意见，最终的结论往往需要通过实践验证。此时你会如何选择行动？是等待他人先行动后再跟随，还是主动带领方向，或者通过支持他人发挥自己的价值？对于那些想支持他人的人，即便如此，也可能会遇到需要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何不尝试将您的想法作为开头提出来呢？因为随着习惯的养成，你会被周围人看作善于活跃气氛的人，同时发言的心理障碍也会逐渐降低。即便意见质量并不高，敢于最先发言的勇气也会得到认可。能够迅速采取行动的人，往往能快速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表达出来。这种能力能帮助他们迅速明确自己的立场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，如果花费太多时间进行深思熟虑，可能连思考本身都会变得过时。因此，重要的是尽快形成自己的结论并付诸行动。这种原则不仅适用于工作，还适用于其他方面，比如减肥。如果一直纠结于哪个减肥方法更好，花上几个月时间犹豫不决，不如先选择一个减肥方法，然后立即行动。通过实践，您可以发现这个方法是否适合自己。如果不适合，就可以调整方向。但如果始终停留在搜集信息和思考阶段，就无法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。因此，无论在生活的哪个方面，都应该尽快得出自己的结论并迅速行动。结果往往表明，这样的行动方式能让您从整体上获得成长，并不断向前迈进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能立即行动的人会构建假设。通过工作方式的对比分析，假设有以下情境： A 先生和 B 先生接到上司的指示，要在1周内完成某市场的调查，两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。A 先生他决定将报告以高完成度的形式呈现，于是把时间花在了调查上，直到截止日期前才完成并提交了一份精心制作的报告。上司评价其完成度很高。B 先生在接到指示的第2天，他就用一张纸写下了调查的目的、方向性以及报告的框架，并向上司确认这样推进是否可以。获得上司的认可后，他花了3天时间完成了粗略的报告。提交后虽然被指出内容上仍有不足，但上司表示方向是正确的。哪种方式更高效？虽然具体情况可能因情境而异，但在这个例子中， B 先生的工作方式更受认可。原因如下：避免方向偏差。A 先生虽然完成度高，但如果报告内容与上司的预期不符，由于截止时间已过，可能没有修正的余地。而 B 先生在初期阶段就与上司确认方向，确保工作思路与预期一致，大大减少了后期返工的风险。早期验证的意义。B 先生的行为相当于在工作初期制作了一个雏形或测试版，通过与上司的交流验证了方向的可行性。这种方式减少了后期调整的时间成本，即在早期阶段完成一个测试版，通过不断试错来提高成品质量。一开始就想画出一份完美无缺的设计图是不现实的，往往需要通过测试获取数据，基于数据讨论改进方案，并多次反复优化，最终才形成高质量的产品。工作中不断增长的应用场景，近年来快速推出测试版并通过试错优化的方式，已经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普遍。无论是项目规划还是产品开发，提前验证方向并快速行动，不仅能节省时间，还能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。总而言之，建立假设并以雏形为基础行动，是实现高效工作的关键。那么前面提到的主动获取位置，以及提前给出初步结论和推出测试版本这2点，有一个共同的核心，那就是在早期阶段提出假设，并基于假设进行思考。通过建立可能是这样吧的假设，可以用来作为判断的依据。当我们开始一些新事物时，通常无法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答案，
就需要基于几个假设来做出决策。可以先从以下假设入手。当然，假设毕竟是设想，实际操作中可能会与预期不符，甚至导致失败。然而，提出假设的过程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收集更多支持假设的信息，并以多角度进行调查，获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馈。基于这些信息得出的结论，再付诸实施，通过实践验证假设的正确性，最终假设是否成立。只有在执行后才能真正检验。上述关于假设的重要性，我们以工作场景为例进行了探讨，但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日常生活。例如，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变得极度低落时，可以思考我如何才能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。此时也可以尝试建立假设，如果见见朋友，或许我的心理状态会好转；如果做一些运动，可能我的心理状态会恢复。然后逐一去验证这些假设。通过尝试，可能会发现低落时见朋友容易不自觉地说出一些消极的话，甚至让对方感到不快。这对我来说并不适合。但与此同时，可能会意识到运动后，我的心理状态确实迅速好转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也可以通过建立假设并进行验证，逐渐加深对自己的了解，找到更轻松的生活方式。这种不断获得新发现的过程，还能带来巨大的个人成长，自然也能带动工作中的成果提升。因此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保持这种建立假设的思维方式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将受益匪浅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有行动力的人往往充满好奇心。首先需要假设，因此拥有构建假设的能力至关重要。即使有人认为我缺乏想象力，构建假设对我来说很难。实际上，您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了构建假设。例如出门上班时，您可能会想回家时可能会变冷，所以带一件外套以防万一吧。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假设的行动。通过在各种场景中有意识地锻炼构建假设的能力，您的行动力会不断提高。如今，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100岁人生时代。如果能进一步思考，例如活到100岁的话，或许到80岁还需要工作。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假设。假如您现在40多岁，但并没有过上健康的生活，您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为了在年老时仍能保持健康体魄，并轻松行走，我需要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习惯，同时改善饮食。这就是基于假设得出的个人结论。有了这样的假设结论逻辑后，行动就变得可能。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构建假设，会让这些思考最终转化为行动，从而拓宽可能性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觉得构建假设并不容易，只有那些天生直觉敏锐的人才能做到吧。诚然，直觉确实是构建假设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但直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基于我们长时间生活中积累的经验，潜意识里自然浮现出来的结果。即便您对自己的直觉不够自信，甚至觉得它不够准确，也可以以此为起点，给出方向。即使直觉没有出现，也可以通过强行构建假设，再从假设中得出结论，依据结论采取行动。重复这样的过程，不仅能提升您的自信，还能强化构建假设的能力，从而最终实现行动力的提升。重视直觉，并迈出第一步，是通过日常信息和经验积累来提升假设能力的一个关键点。因为直觉是可以被培养的。培养直觉的4个关键要素是：1、体验，体验是激发直觉的基础；2、志向，明确的志向和决心能强化直觉；3、幻想，适度的思维发散有助于创新性的直觉；4、好奇心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是提升直觉能力的动力。接下来，我们逐一解析这4个要素。首先是体验。无法迈出第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经验，而经验正是直觉的源泉，尤其是能促使您采取行动的那些经验。例如，需要倾尽全力的挑战，凭借自身意志选择并克服的修罗场，战胜困难时期或事件的经历，
正是这些经历，让您在某一刻能够自信地对自己说，虽然当时那么困难，但我坚持下来了，这次也一定可以，从而迈出行动的第一步。然而，这种经验并不常见，因此记住以下3种方法会很有帮助。积累小部分经验，即使不能获得一个巨大经验值，也可以积累一些自己想要调整的大事情的组成部分的经验。通过积累这些经验，并将其结合在一起，您可以开始采取行动，逐步推动自己。经验可以逐步增加，积少成多。拥有可以激发远见的经验，获得让未来的目标以影像方式呈现的经验。通过亲自体验以及观察和聆听感兴趣的企业家或领导者的行动，你会在某一时刻突然明白，并能够将其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建立假设所需的经验，不仅可以是自己的经验，也可以是他人的经验。即使没有自己的经验，只要获取信息并积累起来，也能够提出假设。当记忆深刻的事情不断积累并相互联系时，它们会形成您自己的假设。失败和后悔的经验，失败和后悔可以成为不再犯同样错误的动力，它会推动您采取新的行动，避免再次失败。这种行为会逐渐积累，成为更有价值的经验。接下来我要讲解培养直觉的第2个重要因素——志向。人们总是以自己的志向为轴心，结合它来得出结论。因此，能够清楚地描绘自己未来愿望的人，更容易得出结论。所以，志向非常重要，大家要牢记这一点。接着，我将讲解培养直觉的第3个关键因素——好奇心。当您的志向明确时，你会开始思考周围的各种现象，并想象自己会如何应对。例如，如果是我，我会这样回应；或者，如果是我，我在这个情况下不会选择那个。这种思考就是一种妄想，你会经常想象不同的情境和可能的后果。这种思考方式与商业中的假设紧密相连。您可以通过电视、YouTube 等平台，观看和聆听别人如何解决问题，从中得到启发。你会习惯性地将这些问题与自己联系起来，不断丰富您的假设库。因此，在实际发生类似情况时，您可以更加流畅地采取行动。随着这种训练的持续，你会不知不觉地提高信息收集的敏感度，并且好奇心会自然而然地滋生。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，心里没有太大波动的人，我将介绍一个激发好奇心的有效方法——超级厉害能力。所谓超级厉害，就是在遇到新鲜事物时大声说出“哇，这真是太厉害了”。无论是新闻、文章还是视频，看到感兴趣的东西就说出真是太棒了或太厉害了。这种方式不仅能激发您对周围事物的兴趣，而且能增强您大脑的反应能力。通过不断地发出这些感叹，您的大脑会将这些事物记录到超级厉害清单中。随着这个清单不断充实，你会对各种事物产生更加敏感的反应，不再需要刻意思考，自然就会行动起来。这是作者亲身实践过的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成功培养出了自己的好奇心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可以试一试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用超级厉害来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吧。行动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迈出第一步，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主动和充满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